大家好，我是李秋月，欢迎回到汇点生活。今天我们要聊的这个话题，可能是我开频道以来最需要你打起12分精神去听的一期，因为它不光是关于开车，而是关于你在美国生活的一项基本生存技能，以及这项技能一旦出问题，会怎样像多米诺骨牌一样推倒你的财务、你的自由，甚至你的家庭日常。请记住这个日期，2026年2月1日。从这天起，全美交通执法将告别过去的模糊地带，进入一个由算法、传感器和数据网构成的绝对精准的新纪元。你过去开车养成的那些小习惯、小侥幸都可能变成砸向钱包和驾照的巨石。你觉得我危言耸听？那我告诉你，这不是预测，这是正在纽约、加州等多个州同时发生的板上钉钉的法律现实。我们华人社区往往因为信息差和语言壁垒，最容易成为新规下第一批买单的人。今天我就帮你把这场交通法规大地震的每一个裂缝都扒开，让你看清楚里面到底是什么。在咱们开讲之前，如果觉得今天的分享能给您提个醒，帮上忙，那我真心麻烦您动动手指给咱们汇点生活点个关注，再按一下那个点赞的按钮。您的这点支持就是我坚持分享的最大动力，每份鼓励我都记在心里。好了，下面我们开始进入正题。这场巨变的第一冲击波已经在纽约州正式登陆了。从2026年2月1号起，纽约州实施了一条名为1英里规则的交通修正案。这个名字听起来温和，实则杀机四伏。它背后的法理靠山是最新的联邦道路安全紧急法案，目的就是彻底废除那个延续了几十年的不成文宽限期。我们过去都懂，在限速65英里的路上开到70甚至72，被警察拦下的几率不算太高，就算拦下，警察也可能看你态度好，或者以雷达误差为由，给个口头警告就放行。这种弹性从下个月起正式成为历史。支撑这一变革的是已经完成全州校准部署的高精度激光雷达传感器网络。这些设备不像老式雷达，它们的误差被控制在可以忽略的物理极限内，而且最关键的是，执法全程自动化，从检测、抓拍到生成传票，不需要任何一名警察在现场点头。州政府投入了巨额专项资金，特别是在法拉盛、布鲁克林8大道等华人聚居区的交通要道，新增了超过2000个这样的高敏感摄像头。它们像永不疲倦的电子鹰眼，24小时盯着每一辆车。你的车速一旦超过限速标志，哪怕仅1英里，系统会毫无感情地记录下这一刻。几天后，一张带着你爱车清晰照片的电子罚单就会安静地出现在你的邮箱里。州政府为这套系统辩护的理由听起来无比正确。研究表明，时速每增加1英里，车辆的制动距离就会相应增加。在紧急情况下，这多出来的几英尺可能就是撞上与避开的区别。所以，为了绝对的安全，1英里的容忍都不能有。但这个绝对安全的理论落到我们普通人身上，就成了绝对精准的财务收割。这1英里超速的起步价是$150政府罚款。好了，请你先忘掉这个数字，因为真正的成本从这里才开始累加。纽约州早已悄然调高了一项名为行政附加费的收费，现在固定为每张罚单$88。此外，还有一笔自动附加的道路安全基金费，这3项加起来，你因为这1英里需要直接支付的金额瞬间就跳到了$238左右。而且，这笔钱的性质让你申诉都极其困难，系统自动生成，证据确凿，误差率极低，你几乎找不到挑战它的技术漏洞。这$238就像你开车路过收费站，不过这个收费站是隐形的，你超速1英里就等于自动抬杆缴费了。然而，我必须告诉你，这$238只是这张罚单对你财富围剿的先锋部队，真正的主力大军还在后面，他们叫做保险溢价和驾照分值。
2026年新规最狠的一招，就是将超速1到10英里的扣分，从传统的3分提升到了4分。千万别小看这区区1分的增加，在保险公司的精算模型里，这1分代表着巨大的风险概率跳升。全美主要的保险公司数据都显示，一个在记录上拥有4分扣分的驾驶员，在未来3年内卷入重大交通事故的概率，比只有3分的驾驶员高出近 30%。这个数据对于保险公司来说，就是调整保费最直接的令箭。所以，几乎可以100%肯定，在你收到这张4分罚单后的下一个保单更新周期，你的保险公司寄来的将是一份保费暴涨的通知，涨幅通常在 30% 到 50% 之间。让我们来算一笔让你脊背发凉的账。假设你是一位住在纽约州的普通驾车者，2份车险加起来1年原本是$3000，因为这一次1英里的超速，你首先损失$238现金，接着你的保费在接下来1年涨到$4500，按涨 50% 算，这意味着你1年就多支出$1500。保险上涨通常不是1年就结束的，高风险的标签会跟随你3年。我们保守估计，未来3年你累计多付出的保费就可能超过$4000。把这笔钱和最初的罚款相加，你因为一瞬间的油门深浅，付出的总代价轻松突破$5000。这足以支付一个家庭一次像样的度假，或者给孩子买好几年的课外辅导材料。现在你再看你车上的速度表，那条限速线还是模糊的吗？不，它已经变成了一条灼热的、碰不得的财务高压线。如果说超速罚款是温水煮青蛙，那么针对分心驾驶的新规，就是一把直接架在你驾照脖子上的铡刀。从2026年2月起，纽约州将开车使用手机的惩罚推到了前所未有的严苛程度，甚至触碰到了刑事罪的边缘。技术手段已经进化到了让人匪夷所思的地步。新一代的执法摄像头配备了多光谱识别功能，这是什么概念？它能够穿透你车上各种深浅的玻璃贴膜，清晰地分析出驾驶员手部的动作和所持物体，判定范围也发生了质变。以前可能主要抓你明显把手机贴在耳朵上打电话，现在只要你的手在操作非车载导航系统的任何手持电子设备，包括但不限于等红灯时快速回一条微信语音，刷一下社交媒体，甚至只是把中控台上的手机拿起来换个位置，只要这个动作被捕捉并算法认定为手持交互，一张罚单就会生成，而这张罚单的代价是直接扣除6分。这时，你必须结合另一个致命改动一起来看，纽约州驾照的吊销门槛，从原来的18个月累积11分，收紧到了24个月累积10分。这个变化非常阴险，它延长了计分周期，看似给了你更多时间，但实际上降低了吊销的分数阈值，让你更容易达标。现在我们来组合一下这个死亡算式：一次开车看手机6分，加一次超速1英里4分等于10分。是的，仅仅2次在我们过去看来可能都不算太严重的违章，就刚好凑够了2年内吊销驾照的满分。一旦驾照被吊销，你将面临至少6个月的强制停牌期。这6个月对于依赖汽车生活的美国华人家庭意味着什么？意味着你需要重新安排全家人的生活，每天谁接送孩子上下学和去各种课外班，每周如何采购沉重的 groceries， 如何通勤上班。在纽约这种公交上算发达但绝非万能的地方，这都已是巨大麻烦。若是在一些公共交通稀少的城镇，这几乎等同于被软禁在家，生活直接陷入半瘫痪。如果你在停牌期间心存侥幸，冒险开车并被查获，那么你将触犯的是加重无证驾驶罪。在2026年的司法环境下，这不再是简单的交通违章，而是轻罪 misdemeanor， 很可能面临短期监禁、高额罚款以及更长的驾照吊销期。
更长远的是，这个吊销记录会进入全美联网的国家驾驶员注册库，成为一个终身无法抹去的污点。未来无论你搬到加州、德州还是佛罗里达，任何一家保险公司都能看到这个记录，并因此向你收取极高的风险保费。这个财务疤痕会跟随你几十年。聊完了对驾驶行为的硬约束，要特别花时间跟家里有长辈的观众深谈一下。从2026年初开始，联邦交通部推动了一项针对70岁及以上高龄驾驶者的精密筛查指导框架，各州都在据此制定更严苛的驾照更新和资格审查制度。这绝不是简单的年龄歧视，而是一套融合了医学、统计学和公共安全管理的生物识别控制体系。首先，在视力检查这一关上，难度直接提升了好几个等级。过去你可能只需要在 DMV 读一下墙上的字母表，现在检查变成了阶梯化的。第一阶是中心视力，这没变。第二阶是视野范围测试，你需要盯着一个点，用余光去感知周边出现的物体，确保你的视野没有因为青光眼等问题而缩窄。第三阶是对比敏感度与光感评估，这专门针对黄昏、雨天、进出隧道等光线剧烈变化的场景。很多长辈白天开车没问题，但一到傍晚就觉得视线模糊。新规就是要用仪器量化这个问题。如果测试不达标， DMV 不会直接拒绝你，但会在你驾照上加上仅限白天驾驶，甚至必须佩戴矫正镜片的限制条款，严重影响出行自由。而且，这种全面的视力检查，从过去的可能每隔一个更新周期抽查一次，变成了现在每次更新驾照时的必考项目，彻底堵死了靠拖延来规避检查的路子。比检查眼睛更让人紧张的是检查大脑。多个州，包括加州、佛罗里达等华人聚集的州，已经开始在 DMV 试点引入简易的认知与反应时间电脑评估。更新驾照时，你可能会被要求坐在一个屏幕前，完成一些测试反应速度和短期记忆的简单任务，比如看到特定符号就按键，或者记住一组数字。系统会将你的反应数据与同年龄段的安全阈值进行比对。如果你的数据明显偏慢， DMV 官员有权当场要求你参加额外的、更严格的路考，或者直接发函，要求你在规定时间内提交由有执照的神经科或老年科医生出具的专项评估报告，证明你的认知能力适合驾驶。这个政策的出发点是为了筛查早期阿尔茨海默症等神经退行性疾病带来的潜在风险，但它在执行中给许多身体尚可但反应稍慢，或本就对电脑测试心怀恐惧的长辈带来了巨大的心理负担和焦虑。与此同时，高龄驾驶者的驾照有效期普遍被大幅缩短。在许多州，70岁以上的驾照从5年有效期缩短至2年，甚至1年。这意味着他们必须更频繁地奔波于 DMV， 面对复杂的表格、漫长的排队和严格的测试。每一次更新都是一场对精力和心理的消耗。对于我们许多华人家庭而言，父母一辈英语不流利，更依赖自驾车去华人超市、看中医、与老友相聚。驾照的受限或丧失，不仅剥夺了他们的出行工具，更可能加速他们的社会隔离和心理衰老。因此，强烈建议，如果家中有接近或已过70岁的长辈，现在就应未雨绸缪，定期进行全面的眼科检查，有意识地进行一些认知锻炼，并提前了解本周 DMV 对高龄驾驶者的具体流程和要求，做到心中有数，才能从容应对。现在，让我们把视线从驾驶行为和驾驶者身上移开，聚焦到另一件看似不起眼，却足以让你在机场寸步难行、额外破费的东西——你的驾照卡片本身。2026年2月1日是联邦真实身份法案设定的毫无妥协余地的最终合规期限。这意味着，从这一天起，
如果你持有的还是普通驾照，没有右上角的那颗五角星标志，那么它将无法作为有效身份证件通过全美所有机场的 TSA 安检。这不是演习，国土安全部已经明确表示不会再有延期。那么没换的人会面临什么？TSA 会启动一个名为 Confirm 的备用身份验证程序，你仍然可以尝试登机，但必须为此支付一笔每次$45的验证费。这$45不是罚款，而是因为你未遵守联邦规定，导致 TSA 需要动用更复杂、成本更高的后台数据库系统，如反复核对你的社会安全记录、移民档案等来手动确认你的身份。这笔钱是你为自己拖延症所付的学费。想象一下，如果你一家4口计划暑期回国探亲，往返机场就需要验证4人乘2次等于8次，光是这笔额外支出就要$360，几乎等于一张国内段机票钱，这完全是可避免的，纯粹的浪费。而对于许多身份处于过渡期，如 OPTHEB 等待期，或持有绿卡但文件更新有延误的华人朋友来说，办理 Real ID 的挑战更大。它要求提供一系列证明合法居留身份和实际住址的文件原件，如社会安全卡、带有正确地址的 II-797批准信、近期水电账单或银行账单等。很多人因为怕麻烦，或某一份文件暂时不齐，就一拖再拖，拖过2月1日这个死线，拖延的成本就立刻变现了。除了那$45，更致命的风险在于 Confirm 验证程序极其耗时，它会让你在安检口滞留远比其他旅客更长的时间。在航班起飞前繁忙的安检高峰时段，这额外的几十分钟很可能直接导致你误机，从而引发一连串改签、住宿、行程中断的巨额损失和无穷麻烦。因此，恳请大家立即行动起来，翻出你的社会安全卡原件，必须是卡，不是复印件。找到2份3个月内印有你姓名和家庭地址的实体信件，如 Utility Bill， 检查你的护照或移民文件是否在有效期内，然后立刻去你所在州 DMV 官网预约办理 Real ID， 不要等到1月份，那时的预约必然爆满，现场排队会耗尽你所有耐心。这张带薪的驾照在2026年后不再仅仅是开车许可，它是你畅行美国的基础数字身份证。没有它，你付出的将是真金白银和宝贵时间。接下来，我们要深入汽车的内部，看看技术法规的变革如何从另一个维度掏空我们的钱包。2026年，美国国家公路交通安全管理局强制实施的新版自动紧急制动标准，要求所有新出厂的小型车和卡车必须具备在更高速度下识别行人并自动刹停的能力。这无疑是拯救生命的技术福音，但福音的背后是消费者必须承担的高昂的技术税。首先，这套复杂的传感器通常包括车标后的毫米波雷达和风挡玻璃内侧的单目或多目摄像头，和与之匹配的处理器，直接推高了新车的出厂价格。其次，也是更隐蔽的陷阱，在于其惊人的后续维修校准成本。2026年后的新车，哪怕经历一次看似轻微的追尾事故，只是保险杠凹陷或格栅破裂，只要碰撞触及了传感器所在的区域，维修就绝不是钣金喷漆那么简单。这些传感器的安装位置和角度都有毫米级的精度要求，任何微小的形变或位移都会导致其探测数据失真。失真的后果，轻则系统报错失效，重则可能在高速公路上因误判前方障碍物而引发幽灵刹车，造成追尾风险。因此，保险公司和汽车制造商强制规定，任何涉及 AEB 传感器区域的维修，必须在拥有原厂专用校准设备的授权服务中心进行。这套校准流程复杂耗时，费用通常以$1000计。这意味着，以前可能几百美元就能搞定的小磕碰，现在维修账单轻松突破2-3千美元。这部分成本最终都会通过更高的保费转嫁给所有车主。
此外，这项新规也剧烈冲击了二手车市场。2025款及以前没有配备达标 AEB 系统的车型，其保值率会面临断崖式下跌，因为消费者都知道，这些旧技术车型不仅安全性上可能落伍，未来转手也会更加困难。我们购买和养护的已经不再是一个单纯的机械产品，而是一个高度集成、极其娇贵的轮上机器人。它的每一次疗伤都价格不菲，最后必须彻底打破许多朋友，尤其是经常跨州旅行朋友的一个幻想。我在纽约、加州吃的罚单，只要我不回去，或者我搬到别的州，就影响不到我。在2026年全面织就的数字化执法天网下，这种想法不仅天真，而且危险。全美各州之间的驾驶记录数据共享协议已经深化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例如，加州在2026年正式大规模铺开其 AB645 法案授权的自动超速执法摄像头网络，重点覆盖洛杉矶、旧金山、圣盖博谷等华人密集区域。加州的系统与纽约州的系统在联邦和商业数据平台的层面上是互通的。你在纽约州积累的罚单和扣分记录，当你搬到加州去更新驾照或购买保险时，加州的 DMV 和保险公司都能看得一清二楚。全国性的保险数据库更是早已成型，你的驾驶者风险画像是全国通用的。不仅如此，执法的种类和科技含量也在跨州同步升级。例如，针对车辆改装和噪音的声学摄像头开始在多个城市试点，它能自动记录并识别排气噪音超过法定分贝的车辆，自动开罚单。对药后驾驶的打击也全面加强。新的路边唾液检测仪能快速筛查出包括某些处方安眠药、抗焦虑药物在内的多种物质残留。很多华人朋友因睡眠或情绪问题长期服用医生开的药物，却从未意识到这可能在特定检测下构成驾驶能力受损。其处罚与酒驾同等严厉，会直接导致驾照吊销和刑事指控。这张跨州、跨领域、由数据编织而成的大网，已经将我们的驾驶行为完全置于透明、持续的监控之下。任何换个地方就没事的侥幸心理都需要彻底摒弃。总而言之，2026年2月1日起，美国交通执法将进入由算法和全面监控驱动的新时代。其核心是执法逻辑的根本转变，从人工抽查转向无缝监控，从惩罚重大违规转向纠正微小风险，从单纯罚款升级为与保险、信用、个人自由深度绑定的复合惩罚体系。对于我们习惯在规则边缘寻找灵活空间的华人群体而言，过去的差不多驾驶哲学将成为未来最昂贵的习惯。每一次扣分，每一条违规，都可能直接冲击你的财务和家庭生活的正常运转。因此，我强烈建议大家立即开始一场驾驶思维的彻底格式化，建立全新的防御性驾驶心态。这不仅是为了道路安全，更是为了在法律、财务与信用体系中保护自己。请做到严格遵守限速，哪怕路上无车，彻底杜绝手持使用手机。像关注健康一样，定期检查自己与家人的驾驶资格与身体状况，并充分了解车辆安全科技的维护成本。在这个规则日益严密、技术无孔不入的时代，关于驾驶的信息与自律，已成为守护我们财富与安宁生活的重要盾牌。希望今天的分享为你敲响警钟，并提供行动的蓝图。这里是汇点生活，我是李秋月，我们下期再见。